眼前这座山间古刹，便是位于山西省晋城市绝山景区内的青莲寺。此寺始建于北齐年间，断代依据是1996年出土的坛史造像碑。这是一件北齐年间的石刻，现存于晋城博物馆。刚好我给晋城博物馆出过视频，各位可以随时回看，以了解它的细节。从那个年代算起，它大约已经有了1500年的历史。不过最早的建筑已经不在了。如今现存的木构建筑大致可以分成3组，其中东侧的一组建筑包括龙王殿、钟楼、制笔台等，都不算重点，所以我们不细看。当时正在维修的上院中有2座宋代建筑以及大批的宋代造像可以看，这是青莲寺的一大重点。下寺除了有座明代舍利塔之外，还保存了不少唐代的造像，这是青莲寺的另一处重点。因为青莲寺内既有2座宋代建筑，又有很多唐宋时期的造像，所以它是当之无愧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同时它也是游戏《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之一，这是游客在取景花絮视频里自己公布的，具体取的是哪儿，在游戏本体内并未发现，将来还要蹲一蹲 DLC。 所以本期视频是我《黑神话：悟空》巡礼系列的第43期，各位可以在我的主页找到《黑神话：悟空》的节目合集，从而观看系列内的其他内容。基于以上全部信息，青莲寺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我晋东南之旅中不可或缺的一站。大家好，我是徐工，这次一定点关注，下次旅行不迷路啊！我目前在这个地方是山西晋城的青莲寺啊，一会儿我们来好好的逛一逛这儿。我们是2024年10月自驾过去的，停车场位置有点紧张，从停车场走出来就能远远看到青莲寺了。现在我们沿着山路一路向上，就抵达了青莲寺的入口。进去之前可以先预览一下青莲寺上下寺的导览图。现在我们来到青莲寺的院子门口，当时青莲寺是免费参观，最近听说改成收费的了，而且票价一涨再涨，不知道涨到多少钱了。院门口的外侧还有几块碑刻，我们来看一看，其中包括乾隆年间的重修碑，还有1992年的功德碑。现在我们绕进内侧，走进天王殿。这座殿以及殿内的造像都是在1986年修复出来的。如果抬头看屋顶，还能看到1986年的古老题记。天王殿内一定要有4大天王，这边确实有，但除了4大天王之外，并未见到天王殿里常见的弥勒佛和韦陀。看完天王殿后，我们看后方高台上的这座北宋建筑，它在唐代时叫做弥勒殿，宋代改成了藏经阁。如今这座2层楼阁式建筑的上层仍是藏经阁，下层仍是弥勒殿，屋顶则是熟悉的歇山顶。这座建筑比较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每个眼角下承重1000年之久的角神了。它们姿态各异，身躯看起来很雄壮，虽然外形已经破损，但仍有栩栩如生的观感。仔细看檐下的斗拱，无论是华拱还是昂还是横拱，上边都雕出了云形的花纹。另外这边是有普牌坊的，柱头也做了卷纱，但是不太明显，得仔细看才能发现。现在我们走进殿内，发现斗拱里转的结构比外边要简单多了，既没雕花也没用横拱，属于是纯粹的偷心造。正面的佛是未来佛弥勒，未来拜。弥勒背面就是韦陀，难怪天王殿里没他们，原来放在这边了。殿内有块字迹清晰的黑色碑，是元代的重修碑，另一块更高更大的黑碑，落款写着太和6年，这竟是一块金代的碑。弥勒殿能看的看点就是这些了，楼上是不能登上去的。现在我们走进下一进院落，并在院子的中间看到一个2023年的古老香炉，旁边有一些保存在玻璃里的石质文物，其中包括2座石经床，一个是唐代的，另一个是后唐的。这些经床均高3米左右，床身和宝顶上则刻有陀罗尼经文故事，那便是经床最为核心的部分。这一进院落的右侧配殿为罗汉殿，它的下层是明清建筑，现在已经改成了文创殿。当时我去的时候，这边正在搞黑神话悟空主题的活动，店门口有块黑碑，我一看年份，发现这竟然是金大定年间的碑。另一块碑更是重量级，它的年号是太平兴国3年，这居然是一块北宋年间的碑。宋金的石碑就这么水灵灵的放门口了。
现在我们准备登上罗汉殿的2楼，它的上层建筑是北宋建筑，当初明清修缮的时候，硬是把1层的罗汉殿给抬到2层了，然后在它下边又加盖了1层建筑，这工艺还是挺厉害的。如今罗汉殿的屋顶还残留着清代修缮时加上的题记，因为这1层是宋代建筑，所以它殿内的造像也全都是宋代的原物。最中间的人物是观音菩萨，其头戴花冠，高盘发髻，眉间有白毫像，双眼向下俯视跪拜人，胸前佩戴璎珞，手腕上有腕穿，坐姿为比较舒服的自在坐。左右2侧则是善财和龙女，殿内周边的其他造像则是罗汉。这些罗汉和观音一样，都是金灿灿的，这是用铂金、立粉贴金等工艺所做出的效果。我们来逐一细看。北侧第1尊为住图半托迦尊者，青年僧人形象，表情看起来很平和，他的坐姿是1腿盘1腿下垂，这个坐姿叫做半跏趺坐。第2尊为阿士多尊者，中老年梵僧形象，其双手于胸前合十，双腿自然下垂，为善跏趺坐。第3尊为伐那婆斯尊者，青年僧人形象，其双目紧闭，双手于袖中结禅定印，双腿盘起，这个姿势叫做全跏趺坐。第4尊为因阶陀尊者，其肤色赤红，为中年梵僧形象，身穿半袒右肩式袈裟，右手抬起，坐姿很随意。另外他手臂脚踝都带着金环，这咱们把善财的金箍抢过来了。第5尊为那迦希那尊者，青年僧人形象，其双腿自然下垂，双手在胸前，像是在捣鼓什么东西，但手中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然后我们转进东侧，第6尊为罗护罗尊者，老年梵僧形象，因为罗护罗是释迦牟尼的儿子，所以做成梵僧的形象也是比较合理的。第7尊为半托迦尊者，青年僧人形象，相传为药叉神半遮罗之子，其年幼时体弱多病，经世尊诵经后恢复体力，后获阿罗汉果。第8尊为树波迦尊者，其为青年梵僧形象，双目炯炯有神，其手中握有一个铃铛，可警觉众生，使其专注精神。第9尊为宾度罗跋罗堕蛇尊者，为老年梵僧形象，身穿半袒右肩式袈裟，但他手里这龙头拐杖多半是佛教传入中原之后所吸收的新元素。第10尊为迦诺迦巴黎堕蛇尊者，中年僧人形象，坐姿为自在坐，其左手垂在膝上，双眼向前看，像是陷入了沉思之中。第11尊为伐蛇罗浮多罗尊者，他原本是个猎人，但在修行佛法放弃屠杀之后，便有2个小狮子跑到他身边欢喜跳跃，庆祝他放下屠刀，所以他的塑像往往是带有狮子元素的。最后我们来看南壁，第12尊打瞌睡的这位是苏频陀尊者，他善用了自在坐的姿势，把手肘和头部垫住了，睡得很自在。第13尊拿着火珠要砸人的这位是诺俱罗尊者，为青年梵僧形象，他出家前就是印度的战士，出家后虽然放下屠刀了，但脾气多少还有点火爆，所以和别人动手也不稀奇。第14尊为巴陀罗尊者，青年僧人形象，他的双手都指向外侧，既能接受供养，又能给人布施福报。第15尊为迦离迦尊者，他就是著名的长眉罗汉，而且生下来就是长眉。有的资料说阿什多尊者才是长眉罗汉，但实物做出来一家一个样，不一定和资料相符。第16尊为迦诺迦伐措尊者，青年僧人形象，其双手于前面交叉，表情写着生人勿近。后世的很多看门罗汉的造型都采用了这种风格。至此我们就看完了全部的16尊罗汉造像，现在我们准备去另一侧的配殿了。不过这边关着门了，里边看着像生活用房。我们根据廊下的元代修缮碑得知，它在元代是观音阁，另一块乾隆碑告诉我们清代时就改成地藏阁了。现在这边仍是地藏阁，旁边的修缮指示牌就是明正。最后一块碑的年代写的是后晋天福7年，这竟然是一块5代碑，实在是太珍贵了。看完这些，我们来看正殿释迦殿，这又是一座北宋建筑。此殿面阔3间，虽然屋顶盖住了，但照样能看出来是歇山顶。它的门框是石头做的，别小瞧这个石头门框，因为门框的左上角就刻着北宋元佑4年的题记。
大殿的背面有一块海镇朝银匾，时间写的是佛历2565年，换算成公历则是2022年，而正面的佛光普照匾则是一块1993年的古匾。这边廊下的碑太多了，从前到后得20-30块，甚至连墙壁里边都镶着好几块碑。这些碑一时半会儿读不完，所以我们抓紧进殿，先看殿内的塑像。这些造像都被摆在了佛坛上边，只留下了一圈礼佛通道。这个结构有点像山西五台的南禅寺大殿，而佛坛本身用的则是须弥座的造型，造像都是宋代的原物。但是你有没有觉得这些彩塑特别新，脸特别白呀？青莲寺挨骂就是因为这个挨的骂，修完之后就不再有古朴的韵味了，所以很多网友就不认可这样的修缮结果。下面我们来逐一看细节。殿内主佛为释迦牟尼，其以家父坐姿，坐于3层仰莲宝座之上。佛像头顶罗发，面部细节刻画细致，连眼袋都被刻画出来了。其造像胸肌轮廓明显，肩膀宽阔，很明显直接继承了唐代佛像的风格。其左手平放于腿上，右手破损，已经无法辨认主佛的手印了。主佛下方的须弥座正中间是一个狮形瑞兽，左右两侧的空隙里则各有一个承重力士，而它们的外围则是花样各异的承重柱子。主佛背屏的左下角画着一些仙鹤，它们的寓意是延年益寿，所以在各种主题的壁画中，仙鹤都是屡屡出现的。而右侧那只清晰的大鸟便是凤凰了，而且对羽毛细节的刻画也是比较到位的。这些残存的壁画都是宋代工笔花鸟画的风格。主佛左斜侍卫为文殊菩萨，其面相圆润丰满，脸上有淡淡的法令纹，胸前配有璎珞，双手残损，内穿半袒右肩式僧旗帜，外披袈裟，下方须弥座里就是他的青狮坐骑。文殊菩萨的对面是普贤菩萨，相貌特征和文殊菩萨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衣服款式也是一样的，仅配色细节上有些差别。普贤菩萨的座位下边则是他的白象坐骑。主佛两侧的弟子像仅剩一尊阿难像了。当初晋城文物局在1986年接手青莲寺时，迦摄像就已经遗失了，甚是可惜。阿难的形象是一个双手合十的青年僧人，我们通过领口发现，阿难身穿3层佛衣，外侧还斜披一层袈裟，里外里就是4层，在印度这么穿多热呀！至此，我们就看完了释迦殿的全部宋代造像。最后我们来看梁架。我们走进殿内之后发现，释迦殿进深为6船，最长的幅上面有个闸签，后边搭了个其他的头，可惜后半部分不允许过去看。看这个意思，像是4船符为止，后边的则是用乳符代替承重。看完梁架，我们从释迦殿走出来，进入下一进院落。这时候能看到2棵树，靠右的那一棵是一株1400多岁的老银杏。那么栽种这棵银杏的时间，恰好是玄武门之变的那个时候。右侧的配殿仍然是一座2层的阁楼，它的楼梯没封锁，然并卵，2楼的门并没有开。下层的室内摆着好多的椅子，我们能在这个屋里看到青莲寺的宣传片。它对面的配殿也是大门紧闭，这就不多说了。靠近正殿的位置有一棵子母柏，母柏是一棵周粗3米的老树，相传于100年前枯死了一次。当时的住持决定砍掉这棵枯树，结果转天发现有一棵幼柏从根部升起，沿母柏盘旋而上，将死树给盘活了。住持认为这是神迹，便罢了砍树的念头，也留下了这个奇景。现在我们来看最后方的法堂，法堂就是寺院的大雄宝殿，办法会一般都在这儿办，所以叫法堂。这是一座面阔5间的大房子，如今这里边已经被改造成博物馆了。殿内的新造像是释迦牟尼与阿难迦摄2弟子，想来是1998年修缮时加上的。殿内的梁架看起来也是非常新的，这就不多说了，直接看展。展览的主题是晋城乡土建筑展，下边摆放的实物展品是建造建筑时需用的材料，2大类主料就是各种土和木头，要么为啥都叫土木老哥呢？同时这边还通过照片展示了更多现场没有的物料。再往后是乡土建筑记忆篇，讲的是修造建筑的各种工艺。下边的实物展品则换成了建造建筑所用的工具以及初步加工后的成品，其中包括一些蓝色的琉璃装饰，颜值比较高。
最后是几个沙盘，其中包括古堡类的，也有木构建筑类的，随便看一眼就好。至此，我们就看完了青莲寺上院。现在我们走出院子，准备去下院逛一逛。中途要走过一段长长的下坡路，这段要是能开车过去该多好！一路走过去之后，就来到了下院，并抵达了古青莲寺的门口。这是一个面阔一间的门，两侧有8字影壁墙。进门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奔向左手边，去看古青莲寺的舍利塔。这是一座建造于明万历年间的藏传佛教的喇嘛式塔，塔身就是覆钵式造型。它的最下层是一个8角形须弥座，每个角的位置各有一个承重力士，其余地方则多用植物纹浮雕，顶端则是13层相轮。据说在每年的夏至，太阳会直射这边，从而导致这座塔垂直均匀受光，不会有影子出现，所以也被人们称为无影塔。下面我们准备通过小门走进下一进院落。进门先看到一座悬山顶大房子，这是下院的南殿。眼前能看到的建筑是在原版的宋代建筑垮塌之后于原地新建出来的。我们去的时候看到南殿没有开门，隔着玻璃能看到里边摆着一些待修复的造像，包括一个倒坐观音的背面，但不能进去看。它的对面还有一座歇山顶大房子，这是近些年新建的北殿，转角铺座看着很新，所以就不细说建筑了。房子里边有一组造像，看着很有韵味。造像的年代现在尚有争议，我们姑且按照主流说法将其定为唐像青彩，塑像是唐代制作的，彩色则是清代重加的，不然早就掉没了。这边的造像共有5尊，我们还是先看主佛。这里不难发现，上院的那尊宋代释迦牟尼像和这尊唐代佛像的工艺是非常接近的，所以重复的内容就不赘述了，只说几个刚才没提到的细节。唐代主佛脖子上的3道经文叫做三无碍文，三无碍指的是佛辩才无碍、沟通无碍、说法无碍。其肩上披巾，右手终于是完好的，能看到说法印的形状了。其左些侍卫还是文殊菩萨，其头戴发髻，身披袈裟，上有团花装饰，并以半跏趺坐姿，坐在了须弥座上。文殊对面还是普贤菩萨，各处细节与文殊菩萨一致，只是须弥座下边伸出了象鼻子，这就是白象坐骑露在外面的部分。后方2弟子中，年少者为阿难，这次的佛衣穿的少了，外边也罩了一层袈裟。年老者为迦摄，他也是身披佛衣，而且佛衣的厚度是大于阿难的。最后主佛的脚下还有个单膝跪拜的小人，这个是佛前的供养童子，他对面有个空的莲花宝座，证明对面的供养童子已经丢失了。至此，我们就看完了下院的唐代塑像，也逛完了一整座的青莲寺。下院这边有个向下的楼梯，我以为是条近路，就直接下去了。结果这一趟在山路中绕了好久，才重新找到了青莲寺的牌楼。建议你们返程时一定要原路返回，别像我一样，本想抄近道，结果多走了好多路。我们今天的旅途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看点，便是殿内的那些精美造像，以及因为修缮造像所带来的那些逃不开的争议。其实在修缮之前，这些造像的病害状况已经是很严重了。如果修缮人换个思路，放任这些造像自然损毁，然后再做一套新的，他们绝对不会挨这么多骂。但后做出来的塑像，就算宣传的天花乱坠，后人还会承认这是宋塑吗？那是不可能的。宋塑的实物如果没了，别人就可以随意解构你的历史，因为谁都不能再眼见为实了。青莲寺的修缮者选择了挨骂在当下，并阻止了唐宋塑像病害的恶化，在当下绝对是有贡献的。不过这个版本的塑像究竟能撑多久，那是需要让时间来验证的，甚至我们这一代人都未必能看到它的结局。而将这过往的传承与争议通通记录下来，并传递给后世的来者，让他们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去评判这修缮的功过是非，那便是我们不可推卸的天命了。看到这里的朋友，欢迎点赞、收藏、加关注，和徐公一起读成一起旅行。